欢迎来到总教练的小纸条。这是一个想和大家分享属于足球的精彩与感动的频道。2026世界杯要来了，不管你是一日球迷，还是看球10几20年的老粉，我都希望你能在这个4年一次的盛事里，被1-2个故事重新感动到。这是世界杯系列第1集，也是这个频道的第1支影片。让我们从日本队开始吧。2001年，漫画足球小将 Road to 2002世青杯决赛，延长赛第5分钟，大公益帽子戏法，黄金进球绝杀，日本3比2击败巴西。我们可以说这是高桥阳一笔下最夸张的剧情之一。当时就有读者写信去出版社抱怨这段。接着，让我们把时间轴拉到2025年10月14号，东京未知数球场。开场半小时，日本被巴西打成0比2。正当大家以一种符合预期的心情看着比赛时，第52分钟，南野拓实扳回一城。第62分钟，中村敬斗一记折射追平。第71分钟，上田启士头槌破门。中场日本3比2巴西，日本在短短20分钟内完成了逆转，获得了对巴西9战的历史首胜，而这也是安切洛蒂接巴西帅位以来的第1场败仗，比分跟24年前那本漫画一模一样。2支不同次元的日本队，中间隔了24年，同样不可思议的比分。当年那个被说夸张的剧情，又是怎么在现实中实现的呢？让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其实不止巴西。2023年9月，沃夫斯堡世界杯冠军德国队，他们刚刚炒掉前一任总教练 Flick， 邀请了日本到德国家里踢一场友谊赛。原本外界预期应该是轻松过关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第11分钟，伊东纯也。第22分钟，上田启士。第89分钟，前野拓磨。补时阶段，田中碧再补上最后一刀。最终比数1比4，德国队在自己家里已经几十年没在友谊赛输得这么难看。接着时间来到了2026年3月。场景换到汉普顿球场，比赛踢到第84分钟还是0比0。然而伊东纯也突然内切，从一个刁钻的角度推射破门，苏格兰最终0比1输给了日本队。3天后，场景来到伦敦温布利，8万人满场。第23分钟，那个从蓝色监狱走出来的男人山山勋，在英格兰半场把球从 Cole Palmer 脚下偷走，精妙传球给左路推进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球。最终就靠着这唯一的进球，亚洲球队在英格兰国际足球的整段历史里第1次击败他们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场日本大名单中没有队长远藤航，没有久保建英，没有南野拓实，3个重要的球员，我们从板凳上根本都找不到他们的身影。从2018输给比利时那一刻，到2026走进温布利击败3狮军团，这中间日本到底做对了什么？要了解这支日本队，得先读懂日本社会。从小学开始，日本人就反复被教导3件事：团队合作、尊重别人、保持谦虚。这3件事最早是1920年代被搬进足球场。那时日本还没有职业足球，踢得最有规模的是2所大学，早稻田和庆应。他们无论在学术上或是足球场上都是多年的竞争对手。这2所学校拿过早期的天皇杯，培养过第1代国家队球员，也定义了日本足球该长什么样子，纪律和集体。那年代的大学足球是把比赛当智力测验在踢，教练在黑板上画战术，球员像念书一样记下来，每一次传球都是计划的一部分，每一次跑位都排练过。球场是另一间教室，比赛是另一场考试。即便是到了现在，我们仍然可以在日本球员的身上找到这些特质。而1920年代开始的学校足球
并没有因为后来职业联赛出现就消失。每年1月，全国高校足球选手权的决赛办在东京国立竞技场，4万人满场，电视机前还有上千万日本人在看。U18 等级的足球赛可以说是全世界规模最大之一。这条生产线到今天照样能产出国家队球员。1993年5月15日 ，J 联盟开幕战，川崎绿鹰对横滨水手，国立竞技场5万6千人，满场。在这天之前，日本并没有职业足球联赛。之前的球队叫三菱重工、读卖新闻、日立，球队名所代表的是企业。J 联盟改写了这个规则，每一支球队必须以一个城市命名，涉及在那个城市，把根扎进那个社区。三菱重工变成浦和红钻，日立变成博太阳神，读卖变成东京绿鹰。这让球迷的热情与忠诚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，也带动了 J 联盟的蓬勃发展。随着发展而来的是各个球队的青训营，至今已遍布全国60个地点。1995年，名古屋鲸鱼签了一位法国教练，45岁，刚被摩纳哥炒掉，拿过一座法甲冠军，一座法国杯冠军。履历漂亮，但离欧陆名帅还有段距离。那时没人叫他教授，他只是 Arsene Wenger。在看完日本球员训练之后，他几年后是这样形容那批人的：技术没话讲，执行战术的精确程度像机器人，听起来像称赞。但 Wenger 不是来挑刺的，他敬佩这群人，只是他想多教一件事，自己思考。总教练可以建立阵型战术，可以设置个人指令，但无法影响场上球员的双腿。Wenger 想让他的球员真的把这句话听进去，真正能决定比赛走向的是脚下有球的那个人。Wenger 在名古屋只待了1年半，拿下了天皇杯加日本超级杯。1996年10月就离开，接下了阿森纳。接下来10几年，少数几个日本球员自己尝试闯出去，证明了这件事是可能的。1994年，三浦知良去意甲热那亚；1998年，中田英寿到佩鲁贾；2000年代，小野伸二在菲耶诺，道本润一在阿森纳，中村俊辅在塞尔特人。那15年加起来，同时在欧洲踢球的日本人可能也就10个左右，多半是个别案例，靠球员自己的野心跟运气。到了2010之后，数字开始大幅成长，而这个现象会发生是由3块拼图所拼起来的。第一块，德甲变成日本人才库。为什么是德甲？3件事叠在一起。战术对位，德甲踢的是高位逼抢加高技术细节，日本青训从小磨的刚好就是这2样，球员下飞机没几天就能上场，无缝接轨，法律走得通。德国对职业运动员有专属签证，快速通关，唯一门槛是薪水不能低于同行。德甲先发年薪通常落在50万欧到200万欧之间，日本球员的行情对于此价格来说十分合理。算盘打得精，2010年带南美球员身价翻倍，但德甲球队除了拜仁以外，通常资金比较有限，日本球员的 CP 值放眼当时欧洲找不太到对手。然后2010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事，大阪樱花把21岁的香川真司用一个非常便宜的价码卖给了多特蒙德。2个赛季，香川以主力身份拿了2座德甲冠军，然后曼联掏出1200万英镑将他带到老特拉福。这条路被走出来了，德甲其他的球队看着这个故事，也都想复制这个成功模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地利：杜塞道夫600家，日本企业、日本学校、日本料理一条街，当地人直接叫它小东京，是欧洲最大的日本聚居地。离杜塞道夫1小时车程之内，刚好就相邻着好几支德甲球队，多特蒙德是其中之一。日本球员的家属要搬过来，落地的心理门槛比欧洲其他城市低1截。法兰克福球衣胸前赞助商 Indeed 母公司其实是日本企业。接下来10年，德甲变成欧洲日本人密度最高的联赛。
光是法兰克福一队就接连来了3代日本人，长谷部成连田大地、唐安律，棒子稳稳传下去。第二块，比利时新手村。德甲身为5大联赛之一，要进入的门槛当然不低。那么其他进不去的球员该怎么办呢？答案是比利时。比利时的法律最宽，非欧盟职业运动员只要成年加1张单一许可证，1年1签。瓦隆大区的薪资门槛只有大约年薪5万欧，是西欧最低之一。意思是 J 联盟一个20岁的新秀，比利时中下游球队负担得起。更关键的是，2017年日本电商集团 DMM 直接买下比利时圣图尔登，从此这间中下游球队变成日本球员的欧洲中继站。买进来踢1-2年，再卖去德甲、意甲、英超。富安健洋从这里跳到波隆纳，再跳到阿森纳。铃木彩彦从这里跳到帕尔马。远藤航也是先到圣图尔登，再到斯图加特当队长，最后到利物浦。2018到2025年之间，超过40个日本球员透过比利时进入欧洲，其中60%是从 J 联盟直接过去，第一次踏上欧洲土地的新秀。比利时可以说是日本球员旅欧的新手村。第3块 ，J 联盟铺路。最重要的政策变动是2023年12月 ，J 联盟董事会的决议，从2026到27赛季开始，整个 J 联盟改为8月开季，隔年5月结束，跟欧洲所有主要联赛对齐。这件事的背后含义是什么？过去日本是春秋制，联盟赛季中段才碰上欧洲夏季转会窗口，球员要转欧洲就一定得切断球季，牺牲一边球队。改成秋春制之后，联盟赛季结束刚好接欧洲的夏窗。J 联盟主席野野纯芳和后来受访时的说法，我们是为了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才下的这个决定。外资也持续进场，曼城城市集团从2014年起持股横滨水手，红牛则在2024年买下大宫松鼠。到了这一步，日本球员已打通了前往欧洲的伟大航道。欧洲青训的路径是这样的：12岁进俱乐部全职训练，早早专业化；17、18岁没打上一线队，基本上你的职业生涯就要说再见了。很窄，很残酷，淘汰得很快。那日本呢？接下来要讲的2个人，第一位一开始其实是彻头彻尾的青训产品，跟欧洲那条路一模一样。山山勋9岁那年，从社区俱乐部入早 SC 进川崎前锋 U12， 然后 U15、U18 整整10年都待在川崎青训系统里。18岁那年，川崎前锋给了他升一线队的邀请，月薪可以开到大部分日本上班族羡慕的水准，但他没去。理由是他自己对能不能在职业环境发挥还没有足够信心，加上比他早一届从青训毕业的学长到一线队1年都还没抢到稳定出场时间，所以他选择去念筑波大学体育系，延后4年职业生涯。这个决定在世界足坛是很罕见的。欧洲的小孩、日本的小孩、巴西的小孩，18岁有职业合约摆在面前，几乎没人不签。筑波大学体育系有一条规定，毕业论文必须跟你的专业相关。珊珊的论文题目是足球1对1场面中进攻方的资讯处理研究。他用 GoPro 拍下自己过人时眼睛在看哪里，用什么节奏切入，什么时候启动才能把后卫的重心骗到不对的地方。4年读完论文，写成数据。回川崎前锋踢了2个赛季，2021年夏天转到布莱顿，但不是直接踢英超，而是直接租借到比利时磨练，直到22-23赛季才把他叫回英超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几个他在英超的美妙表现。过去3季被珊珊过得最惨的那批英超后卫，真的应该都去读一下这篇论文。那第2个球员手田英正，他才是没走任何青训系统的真正样本。高中没在任何顶级青训营名单里，念的是流通经济大学，一间以体育闻名，但离日本一线学府很远的学校。大学毕业才转职业，22岁比欧洲同龄球员晚5到7年。这个年纪
在欧洲基本就是出局讯号，在日本它也不是常态，但日本这个系统至少留了这条路给他走。他从川崎前锋葡超圣塔克拉拉，然后到里斯本竞技一路爬上来，在里斯本连2季葡超冠军，是 Amorim 体系下的固定先发中场，冷静攻守平衡，战术理解极高，这是多位欧洲教练反复用在他身上的形容词。那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日本的青训也跟欧洲一样窄吗？不一样。欧洲的小孩17岁没打上一线队就要回家了，日本的小孩17岁没打上一线队，还有大学足球这条备援轨道。杉山走过，守田走过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或许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又会出现这样成长路线特别的球员。5月15日，本届日本队名单公布了，我当时也在线上看了那场发表会。那时的聊天室中，日本乡民们提到频率最高的2个名字，就是前面我们才聊完的杉山和守田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份名单，3个大家期待能进的名字都不在，只是这一次他们不在的理由比落选这件事本身还让人难受。杉山勋在英超快结束赛季前的一场比赛，大腿肌肉拉伤，那时传出的消息是最快需要2个月才能好。森保一甚至在宣布杉山的落选时红了眼眶，这样的心情我相信喜欢日本队的球迷们也是一样的。南野拓实更早，去年底十字韧带断裂，整年报销。至于守田英正，他是健康的，森保一就是没选他，为什么？日本球迷之间有个说法，当然也只是猜测，他疑似因为公开批评过森保一的战术，被留在了门外。当然，日本的后腰和边路还是有许多位在5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可以递补上来，只是我在看到名单的时候，还是很难说我不失望。接下来的这段就让我用不专业看法分析一下 F 组战况。日本这次分在 F 组，同组的还有荷兰、瑞典、突尼西亚。先说6月13号的首战对荷兰，这很可能是最关键的一战，也是整个小组赛日本最硬的一仗。荷兰世界排名第7，日本第18，不管是边路进攻还是中场的控制力，荷兰都是能在这场占到较大优势的一方。比赛里我们很有机会看到荷兰创造出不少进球的好机会。那在这种情势下，荷兰这届锋线得分转化率比较普通的那一面，就是决定比赛结果最大的 X 因素。反过来，日本只要守得住，再打出高效率的反击，率先进第1球，就有机会打乱荷兰的赛前计划，提高赢球几率。再来，瑞典阵容摊开来看其实不差，但新总教练 Porter 上任时间还很短，球员跟他磨合得还不够。6月2号那场对挪威的友谊赛，老实说很难让我不想起 Porter 在带英超球队时那段不太好看的日子。所以如果日本能在战术上有效针对 Isak， 还有边路快马伊朗嘎，我个人觉得这搞不好是日本小组赛里最好打的一场。最后是突尼西亚，阵容上看起来比不上 F 组其他3队，但他们碰日本很高几率会摆出防守为主，把球权整个让给你的踢法。而对上这种对手场面，很可能会重演5月31号那场对冰岛的友谊赛。那天日本1-0赢是赢了，却踢得无比辛苦，被一个5-4-1的铁桶卡到第87分钟，才靠小川航基一记头槌挤进1球。有位日本评论员讲得很直白，没办法主动把对手崩解，是森保一这支日本最大的问题。而这个问题少了杉山勋，只会被放得更大。那种一个人从左路硬生生撕开防守的爆点，现在的这份名单中还看不到这样的期待感，所以也许只能更多的依赖右路的久保建英，在多次尝试局部小组配合后打开局面。希望森保一可以打脸我吧。但话说回来，就算有这些隐忧，这支日本也不是没有本钱。从2019年到现在，他们对欧洲球队8场不败，7胜1平，连德国媒体都开始警告其他欧洲队需要更多注意日本队。接下来这1个月，他们要扛的不只是自己的梦，还有那些没能站上这个舞台的名字：杉山、
南野、守田，还有更多我们今天甚至没提到的人，他们这几年拼了命想证明的事，现在要靠这26个人在场上替他们完成。那你呢？这份名单你会怎么看？少了谁你觉得最可惜？ F 组你又看好日本能走多远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